大家好，这里是宅家的橘子。在节目的开头呢，橘子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最近有一点点小小的内耗。最近因为一件小事呢，就跟朋友发生了不愉快，就是他在我还没有说完的时候就挂掉了电话，然后后面我给他发微信，他也不回消息。所以当晚呢，我一直在反思我自己是不是说了什么让他觉得很难受的话。那我晚上差不多1到2点才睡着。第二天呢，我就问他为什么昨晚不回我消息啊？然后他就说后面自己去找对象聊天去了，然后并没有因为这个我们发生的一些不愉快感到不舒服。然后他反过来问我呢，为什么因为这点小事就会睡不着呢？是不是就是经常性失眠？然后开始关心我的健康问题。我发现自己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有时候还是过分的在意别人的想法了，但有的时候其实别人并不是那么想的。相反，我们因为在意别人的感受，让自己产生了内耗，不断的询问自己，我这么做对方是不是不满意啊？以及在一些重要的选择上，也会问自己，我的选择是不是不符合父母或者老师或者他人的期待？有时候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烦恼，那实际上呢，这就是在对自己的消耗。其实橘子举的这个案例让我想到了我最近在看的一部热剧，就是请和我的老公结婚。我不知道听友们有没有看过这一部剧，如果有看过的话呢，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们。它是一部日剧，但是它是翻拍自一个韩国的同名的电视剧，超级好看。而且它现在这部日剧的导演是《黑暗荣耀》的导演，然后我觉得他拍整个故事流水就是非常的刺激，然后剧情也很紧凑。那这部剧呢，它是在2025年的6月27号刚刚播出，也就是今天其实才放到第6集，一共有10集。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很适合在今天的主题去分享。那我们这个剧的女主啊，就是叫神户美沙。神户美沙呢，她从小到大都是把自己活成一个善良的受害者。她对自己的老公啊、闺蜜啊也是掏心掏肺的好，但是呢，好景不长，这个世界就辜负了她的善意。就是当她得癌症的时候呢，她发现自己被闺蜜和老公一起算计了，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搭进去了。但是谁能想到她死亡的那一刹那，她竟然回到了10年之前。这一回啊，这个美莎终于是想通了，她再也不想做那个老好人了。她心里就憋着一股很生气的劲，非要让这对渣男渣女付出代价，而且他还琢磨了很多非常好的报复的法子。在一点点把这个真相揭开，收拾那些坏人的同时呢，美莎其实也在重新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东西，慢慢的从以前那个软弱的样子呢，变成了又坚强又独立的大女主。虽然我没有看过这部剧，但是我刚刚听校长分享他的导演是《黑暗荣耀》的导演，我就知道一定是一部大女主的爽剧。所以其实我们听完这个剧情的介绍，我也非常想去一睹为快啊，就想去看看这个逆袭复仇的女主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其实听完这个故事呢，我们也有很多感触。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有的时候总是会为他人着想，好像觉得只有为他人着想呢，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加美好。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忽略了自己存在的重要意义。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要针对这个话题来聊一聊，在关系当中如何减少对别人的在意，而把注意力多多放在自己的身上。我觉得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能让自己活得更加通透，更加快乐。那就让橘子来跟我们讲一讲吧。根据我自己的性格梳理了一下，我觉得可操作性的一些方法哈。首先第一点就是先搞清楚你自己是谁。这个时候呢，就是要睁开眼睛看清事实。因为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小伙伴都在找工作、结婚，然后一些重要的人生大事上跟我说他们父母是怎么想的，他们父母对他们有什么期待。比如说父母希望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比如说父母希望我当一名老师，比如说父母希望我跟本地的男孩子结婚，父母希望对方的家庭是什么样，就是这些前提条件都是父母所希望的。那有的时候我特别想问他们一句，那你是怎么想的呢？你觉得父母的想法跟你的想法真的很契合吗？你觉得你自己真的很想要这份工作，很想要这样一段婚姻吗？其实很多人活了大半辈子，总是把别人的期待当做自己的目标。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父母总是希望你走什么什么样的人生道路，而且他们通常会在前面加一句，我这样做都是为你好，我说这些话都是为你好。就是通常我爸妈经常会跟我说这样的话哈。
就以此来证明他们是超级有经验，然后超级正确的那一对宇宙最强父母。所以说我觉得父母总是喜欢把自己放在一个准确的神话的地位来提高他在你心目当中的这个价值，但是有的时候很多人真的会因为父母的话放弃了自己喜欢的职业，甚至是因为父母说我觉得女孩子应该30岁之前要结婚，就匆匆的进入了一段非常不合适的关系。还有一些朋友呢，非常喜欢看身边的人在干什么，然后就会随大流。比如说身边的朋友告诉你这个行业很赚钱，我觉得我们做这个行业吧，那个行业值得投资，要不我们拿一笔钱出来投资吧。但是你要知道，别人是不会为你的行为买单的，而这种跟风的行为会始终造成我们一直活在一个非常拧巴的状态。那怎么样锚定自己呢？就是怎么样认清自己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写一份自我清单，搞清楚自己真正喜欢和想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比如说你可以拿出一本本子写下这样一段话，做什么事情会让你忘记时间，心流状态的体现到底在哪里，说明你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喜欢的。第二个呢，就是什么样的评价会让你觉得这才是我。第三个呢，就是什么样的场景会让你本能的感受到压抑。第四点呢，就是在哪些人面前我会失去主体性，被别人的想法牵着走。分别是从4个不同的维度来搞清自己到底是谁。首先你要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第二点呢，如果你是一个在意他人想法的人，你要知道什么样的评价是自己对于自己最中肯的认定。感受到压抑，会感受到不舒服，会感受到好像这是别人的想法，那这些场景你也一定要记录下来。那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总是会被别人的想法引导，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失去自己的想法。所以这4点呢，就是从不同的维度帮你分析你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那这些细节里面往往藏着你最真实的需求，而这些需求比简单的我想要成功，我想要变优秀显得更加的具体。第二点呢，就是区分应该和想要。就是当你开始纠结该不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要问2个问题。如果做了，是因为不做会被指责，还是说我做了会让我觉得踏实？那如果失败了呢，我是否能够接受，还是会怪是别人让我做的？因为这2个问题，前者是被动的应该，而后者是主动的想要。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主动性是最好的动力。如果你是因为别人的想法被动的选择，那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做不长久的。其实我有个超级优秀的朋友，然后他呢是非常有主见，非常有自己想法的人。他是同济大学的一名优秀的毕业生，而且他能力很出众。毕业之后呢，他就拿到了一家咨询公司的 offer 嘛，因为他是会日语的，然后这家咨询公司也是一个日本公司。那么这个工作他前景非常的好，薪资也很优厚，在很多人看来他可以大有可为，但是他对这个事情有不同的看法。那他父母啊、同学啊、亲戚啊可能会跟他说，就是包括我啊，我都会跟他说咨询公司多好，就是大家就是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卷一卷，然后多去赚钱，对吧？而且现在竞争激烈，其实能留在咨询公司有一个很好的 offer， 也可以未来就是有很大的发展，不管是去公司里面做这个战略啊，还是说自己去开一家咨询公司。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他是对自己的需求非常了解，非常清楚的。他知道这个咨询行业的工作它强度极其的大，而且需要不断的去内卷、加班、熬夜。那他自己呢是一个非常追求这种宁静平静的生活的，所以他自己内心呢并不追求被这种工作填满所有的时间的这种生活，而是他自己更渴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他非常清楚自己是想要一份相对来说工作能够比较轻松，然后能够平衡这个生活的一个状态。所以他最后选择了什么呢？他最后选择了去职校里面教日语。那这个工作非常的适合他，因为他只要在2年之后，他只要任职2年之后发表论文之后，他是不用天天坐班的，他只需要在有课的时候去上课就行了。所以这个工作呢，其实给他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就他有自己的时间和兴趣爱好，还有
空间去做自己真的想要去做的事情，比如说写写毛笔字啊，或者说在家里躺平睡觉，他就没有被这种外界对于有前途的工作的这种定义所绑架，那他也不会盲目去跟别人一起去卷，而是坚定的去选择了这个教师的工作。而且他现在是有寒暑假的，非常的开心，然后这次的假期有4个月，所以他真的是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掌控了自己的人生节奏。在橘子分享这个第一个点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写一份清单，包括就是区分自己应该和想要这个事情，能够帮助大家去在自己的人生中有更大的一个掌控权还有主导权。我听完校长的这个朋友的故事，我真的觉得她是个非常勇敢，就是敢于选择的女孩子，而且她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自己喜欢的生活，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所以她才会去屏蔽掉外界的声音，就主体性非常的强。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学会为自己做决定，从怕错到敢试。我觉得其实学会为自己做决定这件事情相当的重要，因为很多人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敢自己去承担做下这件事情的后果，总是希望有一个人和自己一起去面对去承担。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法，那很容易被别人牵着走，因为自主的核心呢，其实就是决策权在自己的手中，但是很多人不敢做这样的决定，怕选错了就会被别人嘲笑，怕不如别人，怕一步错步步错。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并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只有适合自己的选择。那我们与其在等完美答案中停滞呢，不如在试错当中不断的去校准自己的方向。如何培养自己做决策的勇气呢？我觉得可以通过以下2点来去学习一下。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从小事当中开始练习自主决策。这种小事呢，包括今天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周末去哪里玩，点什么外卖。我不知道大家跟朋友在一起或者跟家人在一起是什么状态，但是如果说我约一个朋友出去玩，我第一反应就是我会去问这个朋友，你周末想去哪里呀？然后你想吃什么餐厅呀？你有没有非常想逛的店？如果我和别人一起吃饭，我也会问大家，就是你们比较想吃什么。那我自己在这个当中的主体性其实非常弱的，可能别人说我今天想吃烤肉，或者我想去吃火锅，我想去吃个西餐，然后别人提出这样的意见，我说啊，那好啊，我也没有问题，因为我确实是一个什么都能可以的人。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其实我是没有说我做一个自主的决策啦。但是我觉得小事当中其实可以培养这样的习惯，比如说你自己有一个比较想去的地方，你可以这样和朋友说，我最近在小红书上刷到一家店真的很不错，我们周末去逛一逛吧。然后把这种具体的方案告诉你的朋友，如果他愿意和你一起去逛，那这个时候你就拥有了一个在一起玩的搭子，然后你就会觉得非常开心。你既自主做了选择，就是避免了你们在很多很多选择当中犹豫。第二点呢，也培养了自己的自主性。所以有的时候我的感受和需求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积累自己说了算的这种掌控感。第二点呢，就是决定的不完美，就是即使选错了也没有关系。关于这一点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身边的例子吧，就是我之前也有一个朋友，他在面对跳槽的时候非常犹豫，当时我在跟他聊天，我就明显感觉到他的状态是那种既犹豫又压抑，因为其实他一直想从当下的公司跳到另一家公司，但是另一家公司可能薪资确实是更高，但是没有之前的公司那么稳定。那这个时候朋友就开始纠结，因为他也跟家人商量过，如果选择跳槽的话，薪资待遇会变好，生活会变得更加宽裕，但是没有那么稳定。那这个时候父母都会说，哎呀，我觉得原来那家公司也挺好的，就是你没有必要跳槽，我觉得你还是在这一家公司干吧。那这个朋友他后面听了他父母的话，其实也非常非常的犹豫。其实我后面在想他的问题就是，他不是非常想要承受这个做决定的后果，他十分担心自己
如果选择了跳槽，那他选择了一份不怎么稳定的工作，后面失业了怎么办？被公司裁员了怎么办？会不会后悔曾经的决定？那其实在这种环境下，他明显是更喜欢他想要跳槽这家公司的一个工作环境和氛围，以及一个更高的薪资。就是因为对稳定性有一些担忧了，就导致他迟迟不敢做决定。其实有的时候选错了并没有关系，比如说如果你选择了一份不喜欢的工作，至少会让你知道我不适合朝九晚五的压抑环境。那这个时候如果你选择了一个人，你发现他并不适合，那至少证明了我需要被尊重而不是被控制。就有的时候我们总在担心自己做错了会怎么样，但是其实这些错会帮你排除到干扰项，让下一次选择更加的清晰。其实勇敢的人才能先享受这个世界嘛，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去尝试，可以去勇敢的去选择自己的想要选择的，因为只有选择了以后你才不会后悔。那我这里就想到了一个例子，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个乔布斯传，他就是大家都众所周知，他是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嘛，然后早期呢他也是经历过一段波折的时期，就是在大学的时期他其实面临了很多的人生选择，他当时是就读于这个里德学院，然后他这个学费呢其实让家庭承受了非常大的重担，而且呢学的专业呢也并非是他真正热爱的领域。那个时候他可能像很多年轻人一样，对于未来感到迷茫，在学业和理想之间不断的徘徊。我相信大多数人对于这样的重大的决定呢都会比较谨小慎微一些，比较害怕走错。但是呢他自己又是一个比较坚持自己想法的人，那可能有一些人会跟他说要坚持读完大学，然后才能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那有一些人说你不要去轻易尝试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不要去读那些觉得没有用的课。但是呢乔布斯对他来说，他自己真正热爱的其实是书法，或者说电子学以及创新设计这一类的。他当时意识到，就是如果说继续按照别人的期望去生活的话，那他也只能是按部就班的完成这个学业。所以呢他内心有一个声音说如果不去尝试的话，他将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呢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他开始旁听自己感兴趣的课程，钻研书法和美学。他当时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个东西有用，但是呢在日后其实在苹果的产品设计中我们会发现其实他学的这个技能对他的设计来说是影响重大的。因为苹果大家都知道有比较好看的字体还有排版，这个美感呢是他在当时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栽下的一个种子。所以他第二个比较重大的人生决定呢就是辍学，然后辍学去创业。他可能觉得当时的电脑市场可能并没有按照这个用户的意愿去设计产品，所以他决定把这个大量的精力都放在这个产品的外观和交互设计上面，然后立志于追求每一个细节都做到极致。其实他是个非常非常有自己想法的人，然后正是因为他从来不去按照他人的想法去过好自己的一生，他永远是走在用户前面的，就是他会提供出用户想要的产品，但是对于用户来说，这个需求可能以前不曾存在。所以呢他说过，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不要浪费于重复别人的生活，也不要让别人的观点去淹没了你内心的声音。所以乔布斯他也是通过一次次尝试，一次次犯错，真的才去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然后创造出了这个影响世界的伟大成就。乔布斯真的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和欣赏的这样一个名人吧。除了他有天才的这个设计直觉和天才的大脑之外呢，其实他敢于为自己的选择买单，敢于自己做决策，也是他成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画好界限，拒绝被绑架，守护好自己的节奏。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呢，活得不怎么自主的人，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懂得拒绝。同事额外的工作，亲戚过度的干涉，朋友的情绪绑架，那总怕拒绝会伤害关系，于是总是把自己的时间精力填进了别人的需求里，最后为自己活的空隙都没有。所以生活当中呢，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也就是我们要维护自己的健康边界。那怎样做到维护自己的健康边界呢？首先第一点就是明确我的事和你的事。别人的情绪是别人的事情，但是你的选择是你的事儿。有的时候我会遇到这种情况，父母特别不满意我的决策，所以经常会以生气这样的方式让我向他们妥协。有的时候我会告诉我自己，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父母也是成年人，我不需要为他们的情绪买单，也不必通过讨好他们来牺牲自己。
第二点呢，就是学会温和的拒绝。那拒绝呢，其实并不需要找复杂的借口，越简单就越有力量。比如说同事找你代班，你不想答应，不必说我可能有事，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就会给别人讨价还价的空间。可以直接告诉他，不好意思，我明天有安排了，我那天有自己的安排，帮不了你。因为其实真正的关系不会因为一次合理的拒绝就破裂，会破裂的本身就是不健康的关系。其实橘子在说这一点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深有体会，因为之前橘子给我推荐过很多宫崎骏的电影。那之前橘子就是给我推荐过他的2部动画片，一个是哈尔的移动城堡，还有借东西的小人阿里艾蒂。所以这2个电影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那宫崎骏呢，他作为这个日本的动画界的一个巨匠啊，他其实是有自己的节奏还有创作理念的。我相信有一部分的听友一定看过，应该是看过他最新的那个电影，就是活出自己的人生嘛。很多人对他的评价都是褒贬不一的，有些人说他好看，有些人说他不好看。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动画产业动画行业，它追求高产量快节奏的这个环境下呢，它坚持依然能够慢工出细活，然后表达自己想要去表达的内容，还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那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会有投资方跟他说，市场需要更多的续集啊，热门 IP 的改编啊，那你快点推出龙猫2嘛，肯定是大卖的。那还有人可能会跟他说，就是 3D 动画才是现在的趋势，那你还坚持手绘的话，效率太低就会被淘汰。那还有一些粉丝呢，可能会催更，就说你的新作太慢了，能不能加快进度啊，等不及了。但是呢，宫崎骏其实他明确拒绝过这个投资方的催促。他说，我的作品要表达的是当下的思考，为了赚钱而仓促的去制作续集是对观众的不尊重。那么他坚持能够自己去反复的去花很多年，花数年去打磨自己的产品，有自己的更新节奏，有自己的风格。正是因为他去温和的拒绝这个粉丝啊，还有这个投资方的这个绑架，他守护好了自己的节奏，他才能带来更优秀的作品。所以虽然这个耗时漫长呢，但是每一部呢都是经典，而且呢就是他是动画史上的一个非常灵魂的人物。他自己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啊，他始终是保持了自己的初心还有热爱。宫崎骏真的是我最喜欢的一位动画大师了，他的动画片我真的是从小看到大，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一生就是把动画当做了一种信仰，就是他觉得我要慢慢做一件事情，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只相信我的作品，而不相信别人赋予我作品的这个意义。他是一个全身心的热爱动画，并且始终保持和坚持自己初心这样的一个人。第4点就是我们要对抗内耗型思维，减少对他人评价的过度在意，停止猜测别人的心思。那其实这一点我自己其实做的不是很好，所以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觉得自己就是有的时候太内耗了。然后其实你在想别人是不是这么想的，实际上别人未必是这么想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耗费的只有自己的心力和时间。首先第一点，我们应该去问自己，这个评价对我有意义吗？比如说一个从来不了解你处境的人说你应该去考公，然后他的这个评价就是基于稳定至上的价值观，但实际上呢，他不知道你是更渴望自由的。那如果一个自己婚姻都不是非常幸福的人催你赶紧结婚，那他的建议里面可能藏着我过得不好你也别想好过的这种隐秘的心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过滤掉这些无关的评价，只在意那些真正关心你了解人的建议，比如说真正希望你幸福的家人和朋友。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即使是关系亲密的家人也不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去在意别人的评价，因为大多数人的评价和建议是没有非常直观的意义。第2点呢，就是用行动代替焦虑。当你专注于我要做什么的时候，自然就没有时间纠结别人怎么看。比如说我们想做自媒体，与其担心没有人关注怎么办，不如赶紧开始发第一篇。那如果想健身，与其怕别人笑我胖怎么办，那不如先开始穿上运动鞋就出门。那行动会带来我在向前走的这种笃定。其实说到运动鞋，我就想起了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运动员，他就是吴艳妮。
其实在看到吴燕妮之前呢，我第一次看到她，我对她的印象并没有那么好，我就是觉得她有点嚣张。但是我越看她的视频，我觉得越上头。我觉得吴燕妮怎么可以把这个外界的质疑转化成她的动力，实在是太强了。她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然后成绩又是非常出色的一个运动员，但是呢，就是对于这种比较会愿意为自己发声，比较愿意会去为自己表达的这些运动员，特别是女性运动员，很容易会受到这个外界的争议。那很多人呢都会觉得，因为他赛场的妆容太浓艳，或者造型呢被批这个博眼球不务正业，建议改那个美妆博主啊。我就看到很多这样的类似的评论去说他的不是。然后还有一次，我记得这个杭州亚运会，他抢跑的时候呢被骂心机炒作戏精，然后呢被我们国人去嘲讽。然后还有在巴黎奥运会，他因为生理期无缘无故退了半决赛，也被骂了不务正业。2025年呢，今年就是他的亚锦会赛上，虽然他非常的优秀，拿到了铜牌，而且他是带伤着去跑的，但是他仍然被很多网友去指责他过度自信。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女生，然后我觉得她坚持爱美呢是她自己的权利吧。其实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我觉得打扮都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这个赛场和观众的尊重嘛。其实她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大家对于运动员的这个刻板印象，让她就是遭受了很多不应该得到的这个批评。那么在对于这些争论啊、议论啊，其实他并没有去反驳，就是只是一笑而过。那他就是自己称自己是打不死的小强，他而且拒绝就是被这些负面评价去定义，而且他始终就觉得自己是带伤去参加比赛的，拒绝把这个伤病当成自己的借口，他觉得自己就是最棒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之前看过他一个采访，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他说他大学的时候跟班级里的女生跟年级里的女生相处并不是很愉快，然后他就哭着打电话给他妈妈说那我该怎么办。然后结果他妈妈跟他说没有关系，我就是你最好的朋友，就是你不用跟他们说话的，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就行了。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采访，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很多就是在班级里啊表现出色的女生，或者说她自己特别优异的时候，她其实在高处不胜寒的一种状态下，就是她有一种孤独求败的感觉。在高处站着人，她一定是非常孤独的，她没有自己的与她自己同行的一些人。尤其是对于这些成绩特别棒的特别优异的女生，她其实是站在一个高处，就是她是那朵高岭之花，她没有与她一起并肩同行的小伙伴，她必然是感觉到孤独和孤单的，但是她却把这种孤独和孤单转化成了动力，而且她不被这种运动员就应该朴素低调的刻板印象所束缚，她在舆论争议中仍然保持自己的节奏，以最有实力还有最坚定自己坚持自己的这个方式去为我们国家争得了这样的荣誉。其实我也挺喜欢吴燕妮的，就我特别喜欢她之前说的话，我能接受多少赞美就能接受多少诋毁，如果我连这样的心态都不具备的话，我也走不高也走不远。所以这样的话虽然是非常朴素的话，但是我觉得她的这个心理素质真的很强大。就很多人其实是可以接受被别人表扬的，就是别人如果说我很棒很不错，这样我就可以。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去说我的缺点，说不喜欢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难过，然后抑郁，甚至开始反思自己到底哪里做的不好。既然你处在这个舆论的风口浪尖，就说明你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博人眼球的这样一个公众人物嘛。那作为这样的人呢，他其实受到别人的喜欢的同时，肯定也是有一部分人是不喜欢他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一生到底是为谁而活呢？是为喜欢我们的人，还是为不喜欢我们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两者都不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为自己活的，因为只有你活得耀眼灿烂，才会有人喜欢你。那喜欢你的人呢，你应该珍惜他们的喜欢；不喜欢你的人呢，你也不要因为他们的不喜欢就觉得我错了，我不对，你直接忽略掉他们的这种不喜欢就好了。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不喜欢并不需要理由，网暴也不需要理由。第5点呢，就是接受自主的代价，因为自由和责任其实是永远绑定的。其实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怎么做自己的话题，我们最后一定要想清楚的就是
自主的人生呢，从来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放纵，而是想不做什么就有能力不做什么的底气，而这种底气需要你去承担对应的责任。比如说呢，如果我们选择不朝9晚5的工作，就一定会承担收入不稳定的风险，所以我们应该提前做好储蓄和规划。选择不按父母的期待生活，就要承受暂时不被理解的孤独，用时间证明自己的选择不是冲动。选择专注自我成长，暂时不恋爱，就要接受被催婚的压力，同时坚定我值得等待对的人的这种信念。这些代价呢，看起来是束缚，实际上是自主的勋章，因为他们在证明你走的每一步都是自己选的，你吃的每一份苦都在为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而铺路。其实说到要为自己的选择做代价呢，其实我觉得最有名的一个人就是梵高。他在19世纪的时候，其实他的艺术风格是跟世俗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就是他创作风格啊也好，就是非常抽象，在那个年代。但是他拒绝迎合当时学院派的这种古典画风，还有市场流行的这种比较甜美的题材啊，他坚持是用自己的强烈的色彩还有扭曲的线条来表达自己的内心的情感。那他走上了一条完全是由自我主张的这种艺术创作的之路，他摆脱了这种传统绘画的规则，能够更加自由的去运用自己的独特的笔触和色彩。那他将这个生命啊还有这个自然的炙热呢，他将这种热情情感融入进自己的作品，然后创造出了属于自己非常强烈的有自己代表特色的这个风格之中。那但是呢，他有很多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你知道，一旦是走上了一条别人不走的路的时候，其实这种代价是往往是非常大的。那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非常穷困潦倒的，他一生中好像据说只卖出过1幅画，而且他是一直靠着自己的弟弟去资助自己，然后勉强的去维持生计，然后常常是因为就是吃不饱饭就非常的饿，然后住在最便宜的阁楼里面。而且他呢，其实不仅是这个生活上的这个穷困潦倒了，他还被社会孤立了，就是他当时的艺术理念由于太不受主流认可了，所以被很多评论家去嘲笑为这个疯子的涂鸦，就身边几乎是没有人可以去理解他的，甚至他的好友啊高更，他也会因为这个艺术的见解不同而激烈的争吵，所以说最后呢，他选择割下自己的耳朵。所以他这个长期精神生活身体都在这种非常高强度的这种折磨和长期的不被理解的这种孤独之下，他多次进入这个精神病医院，然后在痛苦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呢，就是他始终是对自己的艺术去负责的，而且他在最艰难的这个处境下，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创作，就留下了非常著名的著作，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向日葵啊，还有星月夜，然后等等这种很多很多的杰作。虽然他这个生前他是默默无闻的，但是他用自己的生命坚守着这个艺术的自由，还有对于这个创作的这个执着的责任，然后他的作品也是深刻的影响了我们现代的艺术。所以梵高他用自己的一生去证明了自主选择的这个艺术道路必然是要跟随着这个沉重的代价的，但是他非常的勇敢，他勇于承担这份代价，他才能让这个自由的创作灵魂绽发出这个光芒。其实我非常非常喜欢梵高，我在去了解很多很多艺术家的这个生平的时候，我都发现他们都是拥有自己的世界，就他这个世界其实是自己构想出来的。就像我也特别喜欢另外一个画家叫达利，然后他的画也是非常非常的抽象，就让人觉得这个时空是扭曲的，时钟是扭曲的，有这种扭曲抽象的美感在里面。他好像用艺术构造了自己的这样一个独特的世界，但是在当下可能就是很多人看不懂啊，就是很多人不理解。就像梵高，他其实非常天才的一个人，然后他用自己毕生的这个努力，虽然穷困潦倒，但是他一直在守护着他理想当中的那个画，理想当中的信念。所以这样的人的这个人格精神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敬佩。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去学习这样的艺术家。我想起就是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也是，就是里面的主角他放弃了非常高薪的证券行业的工作，然后去当一个艺术家，去一个小岛上跟一个土著人去一起生活，一起去坚持自己的创作。我觉得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这些自主的选择它一定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可能是我们常人不理解的。这些代价就是我们会觉得你明明有一个这么好的选择，为什么还要去选择一条没有人去走的路？但是正是因为他们做了这些选择，他们坚持了自己，他们才能给后人开出一个更好的一条新的崭新的一个
天地。就是我觉得这个坚持的勇气以及敢于为自己负责的这个态度，其实就非常难能可贵了。因为其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都说我想要自由，然后我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某一个阶段停滞不前，就是觉得没有人好像理解我、认可我，然后我也没有这个勇气去为我想追寻的那份梦想或者理想付出代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大多数人都会停滞不前了，但是最后真正能走到最后的，就往往是那些勇敢者。所以有句话叫做勇敢的人先去体验这个世界，其实非常有道理。你总得有一些勇气，你总得找到自己在哪里，你总得学会去屏蔽掉周围人的这个声音，认真的去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到底在哪里，才能找到你前进的道路，才能选择你自己最想要的人生。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校长也是要开始慢慢的去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想清楚了之后呢，可能要坚持，可能就是要坚持勇敢的去做自己，然后去坚定的选择自己选的这个道路，即使在知道自己明明要付出代价，即使在知道可能不能被旁人所理解，也要继续坚持自己的路，因为走下去呢，一定是有对于自己非常大的意义和收获的。希望本期节目呢，能对听到我们这一期的朋友有一点点小小的激励。你心里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呢？然后到底怎么做能让你能够早点抵达自己想要的那个理想彼岸呢？希望这期节目对你有一点小小的影响吧，就是能够激发出你那个内心的我。本期节目就是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怎么去找到自己的主体性。我们分别从4个方面去总结了这个具体的实操方案啊。然后第一个方面就是搞清楚你自己是谁，就是了解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第二点呢，就是学会为自己做决定，不要怕错，要敢于去尝试。第三点呢，就是画好界限，拒绝被绑架，要守护自己的节奏。第4点呢，就是对抗自己内心的那种内耗，减少对他人评价的过度在意，并且要停止猜测别人的心思。所以通过本期的这个具体的实操步骤，还有几个非常好的案例，我相信大家也能在我们聊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应该真正提高的点到底在哪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多多点赞评论，然后告诉我你最喜欢这一期的点在于哪里，这都对我们来说非常的有帮助。那对于我跟橘子来说呢，我们就是要坚持把这个播客做下去。那做下去呢，也许是有可能会有人跟我们说这个播客不知道未来会发展怎么样，也有可能跟我们说这个播客它不赚钱，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需要靠热情去发电、热爱去发电的一个行业。但是呢，我相信我们坚持下去以后总会有收获的，所以谢谢大家的喜欢，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还有谢谢听到这里的你们。